今天我们将深入解读世界黄金协会最新发布的每周市场观察报告。报告日期为2025年9月29日。本周的报告标题是震荡走高，这精确地概括了当前市场的格局。黄金连续第6周上涨，再次创下了历史新高。但本周报告中最引人入胜的不仅仅是金价的上涨，而是一次重大的矿山供应的冲击事件后，黄金市场表现出惊人的冷静，与同市场的剧烈波动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个现象揭示了黄金作为一种资产的独特本质。接下来让我们一页一页的为大家详细剖析。大家好，欢迎来到浩投资的频道，我是孙浩。现在让我们把目光转到第2页右侧本周图表。这张图表完美诠释了本周的核心观点，铜价因为供应的冲击而跳涨，而黄金却保持冷静。图表聚焦 Grasberg 矿山全球第2大金矿发生了一起不幸的事故。首先看到图中的紫色柱状图，它显示了该矿山在全球产量中的份额，其中铜占全球产量的 2%， 黄金占 1.6%。 再看虚线右侧的价格反应，在事故消息传出之后，铜价应声大涨 3.9%， 而黄金价格非但没有上涨，反而下跌了 1%。 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报告的解读一针见血。大多数的大宗商品，比如铜，其价格主要是由供给故事驱动，任何主要产地的供应中断都会立刻引发价格的飙升。然而黄金则完全不同，黄金的定价权主要掌握在需求故事中，因为地上已经存在着巨量的黄金库存，这些库存足以缓冲任何单一矿山的供应中断。这个案例非常生动地告诉我们，尤其是在刚接触黄金投资的朋友，黄金的避险属性和其巨大的存量市场，使其价格对生产环节的短期干扰具有极强的免疫力。接下来我们看第2页底部的市场表现条形图。这张图非常直观地展示了各大资产类别周度和年度的变化。浅色条代表周度变化，深色条代表年初至今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黄金当周上涨了 0.3%， 虽然涨幅不大，但其年初至今的涨幅已经达到惊人的 40.4%。 白银的表现更为抢眼，上周上涨了 2.1%， 年初至今的涨幅更是高达 49.1%。 相比之下，石油价格则表现不佳，年初至今下跌了 12.6%。 图表右侧的债券收益率部分，我们可以看到美国2年期和1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在当周都是有所上升的，这通常会对金价构成压力，但黄金依然坚挺。现在我们看到第3页，这里更深入地探讨了黄金市场的内部动态。左侧的本周回顾提到了伦敦金银市场协会的午盘价上周跃升 2.9%， 达到每盎司 3769.9 美元，使得年初至今的涨幅扩大到惊人的 44.5%， 远超全球主要资产。推动金价上涨的主要因素是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黄金市场的持续波动，投资者对黄金的兴趣依旧高涨，尤其是在北美地区，黄金 ETF 再次引领资金流入。同时期货市场的净多头头寸保持稳定，期权交易员的看涨情绪则在持续升温。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下第3页右侧的3张图表。最上面全球黄金 ETF 需求图显示，表明全球 ETF 的资金持续流入，特别是北美地区的贡献最大。对于新手朋友来说， ETF 就像一个基金，它持有实物黄金，而你可以在股票交易所方便的买卖它的份额。中间的图是 COMEX 和上海期货交易所的净多头头寸。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资金经理还是上海期货交易所的大户，都维持着大量的净多头的仓位，这代表着专业投资者对后市的看好。最下方的图表是 ETF 和期货期权的 Delta 值，这些正向且不断增长的柱状图表明
期权市场的交易员也正在积极布局，压住黄金进一步上涨。接着我们快速看一下第4页上周回顾，这是一个全球宏观事件的总结。在美国，美联储官员的言论偏鹰，但核心 PCE 通胀数据符合预期，稳定在 2.9% 的较高水平。中国和印度的数据则相对平淡。这些宏观经济动态共同构筑了黄金价格震荡上行的背景。现在我们来看第7页市场表现与持仓的数据表。这张表格数据量非常大，我们挑重点来看。先看黄金这一行，除了我们已经讨论过的周度和年度回报率，重点关注净多头持仓比这一列，目前是 19%， 比前一周 20% 略有下降。更重要的是旁边52周的 Z-score， 这个值是负 0.73， 它告诉我们，虽然大家都在看多黄金，但与过去1年的历史水平相比，目前的看多情绪还未达到极端或者过热的程度，这意味着市场仍有潜在的购买力尚未入场。相比之下，美元的净持仓占比是负 16%， 显示交易员正在大举做空美元，而比特币的净空头仓位甚至更重。再看右侧的远期回报预测，模型显示黄金在未来4周和12周上涨的概率分别是 59% 和 60%， 这表明量化模型对黄金的后市持乐观的态度。为了更深入的了解持仓的情况，我们直接跳到第10页 COMEX 持仓图。这张图以吨为单位，展示了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的历史持仓变化。紫色的区域代表资金经理的净多头，蓝色的区域是其他类别的净多头。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伴随着橙色的金价曲线一路上涨，净多头持仓在整个2025年也在稳步增加。右侧的数据显示，总的净多头头寸已经超过了800吨，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看涨压注，显示了市场强大的看多共识。接下来第11页的黄金回报归因模型 GRAM， 这个模型告诉我们金价上涨的驱动力究竟是什么。看图表最右侧代表最新一周的数据，黄金的实际回报是 2.01%， 模型解释了其中的 0.57%， 而未能解释的残差是 1.44%。 在模型能够解释的部分里面，风险与不确定性是最大的正向贡献者，贡献了整整1个百分点。这说明上周的上涨主要是由于避险情绪推动的，同时美元走强，图中的机会成本外汇这个部分则是一个负向的因素，拖累金价负的 0.57%。 通过这个模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影响金价的多空力量都是什么。好，接着我们进入大家最关心的技术分析部分，请看第6页黄金技术分析。这张图是黄金的周线图，报告指出，从8月底开始的这一波强劲的上涨已经突破了3800美元整数关口。日线图的 RSI 相对强弱指标，这个动能指标已经从超买区回落，这暗示着短期市场内可能有些涨得过快了，需要修整和调整。因此接下来我们可能会看到一段时间的盘整或者健康的回调。然而报告的核心观点是，长期和核心的上涨趋势并未改变，目前市场正在形成一个三角形的整理形态，这在技术分析中常常被视为一种中继形态，意味着盘整结束后，价格大概率会延续此前的上涨趋势。那么关键的价位在哪里呢？报告指出了明确的指引，这些价位对所有的交易员、投资者来说都是一个重要的参考。当然，分析黄金离不开美元和实际收益率。我们来看第12页的美元指数周线图，美元指数在关键的长期支撑位上出现了反弹，周线 MACD 动能指标也在走高，暗示短期内美元可能继续走强，这对黄金来说形成一定的逆风。不过报告认为，这只是美元长期下跌趋势当中的一次暂时的停顿，
再来看第13页，美国10年期实际收益率图。实际收益率是持有黄金最大的机会成本，它的走势至关重要。目前实际收益率同样在 1.59% 这个关键的支撑位反弹，如果实际收益率持续走高，将对金价构成显著压力。因此未来几周需要密切关注的美元和实际收益率能否突破其各自的短期阻力位。最后我们快速看一下贵金属家族的其他成员。第14页，白银月线图显示，白银正在逼近其2011年创下的 49.80 美元的历史高点，势头非常强劲。第15页的金银比图表也证实了这一点，比率持续在走低，意味着白银的表现要强于黄金。第16页的铂金图也显示，铂金同样突破了三角形整理，恢复了其核心的上涨趋势，整个贵金属板块都呈现出非常强势的格局。那么未来一周我们需要关注的重点都有哪些呢？我们回到第5页，未来一周的展望。这张表清楚地列出了未来这一周重要的经济数据，市场的焦点将完全集中在美国的就业市场数据上。周二有 JOLTS 职位空缺数据，周四有初次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而重中之重是周五公布的9月份非农就业数据报告。市场预测新增就业约为5万人，而这个数字的好坏也将直接影响市场对美联储未来降息路径的判断。此外，美国 ISM 制造业和服务业 PMI 的数据同样重要。在欧洲，周三的欧元区通胀数据是关注的焦点，市场预测通胀有所加速。在亚洲，我们需要关注中国周二的官方制造业 PMI 以及澳大利亚和印度央行的利率决议。此外，在第3页也提醒我们需要警惕地缘政治风险的突然升级，以及美国政府可能出现的停摆风险，这可能会导致非农就业数据延迟发布。那么你对黄金的后市是怎么看的呢？你认为金价会短期内挑战4000美元吗？欢迎在下方的评论区留言，留下你的看法。如果你觉得本期的视频对你有所帮助，别忘了订阅点赞我们的频道，并且打开提醒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未来的深度分析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